青桃妹妹留步，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你若偏要见他，我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坐台。燕城哥哥，青桃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妹妹倒是真厉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西岳燕城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棠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裴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小姐，在家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大公子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裴宗之，你远比裴景明更叫我害怕，我一定得离开裴府，离开你的掌控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青棠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临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青棠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青棠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，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，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。不若，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公主，好，起来吧。好了，妹妹，万望这花露有效。青棠，谢过公主。
昭和突发毒疹，无法见人，是你做的。嗯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院的行路？东宫若事发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、闪躲，清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清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做到。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驸马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，受之掣肘。手没事儿，腿呢？脚呢？我没事了。我看看。燕城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那日之事不怪你，燕城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嗯，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来，风烈追星滴弄影，双提竹垫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燕城哥哥，多谢你，这灯我很喜欢。啊，你喜欢就好。往后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期着子期姑娘嫁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，怕也是不同从前了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清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，终究无法改变。平南王当真能同意？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她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锐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燕城哥哥，你刚才所愿所想，可
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？清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了。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无需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，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费尽心思让采薇把燕城引进府，又掐好时间，在老太太面前上演一出郎情妾意。妹妹好手段。兄长过誉了。论算计人心的本事，清堂不及兄长的万一。可是从前，你并不是这么精明算计的姑娘。这样的妹妹，我很不喜欢。是不是没了燕城，你才敢学乖？燕城世子至纯至善，还希望兄长不要将他牵涉进你我的矛盾之中。纯善，你对燕城到底了解多少？不多不少，但足以托付终身。妹妹还是单纯，相信这走马观花、稍纵即逝的情谊。不要！你烧了这灯又如何？他从来不会像你这般逼迫我、囚困我、侮辱我。他在我的心中，就是比你好100倍、好1000倍。沈清堂，放开我！你管这叫逼迫、囚困，不叫爱？这不叫爱。你把他送你的修剑，变成伤害我的利器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妄想嫁给他。小姐，敬明一事，因大夫人常年信佛，须得择吉时于祠堂摇签，向祖宗请示询告才能定下。采薇，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那我陪您去祠堂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小姐，
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季谦落下了。我已经换了前门，只要你配合，废除季明。我凭什么要让你如愿？你从小亲情保护，让他快意无忧长大的裴子期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你偷情生下来的孽种，你觉得他会好过？入宫为妃前，若是此事被揭穿，你觉得又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果然同你那短命的父亲一样，卑鄙无耻，不得好死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不正与我们相配吗？你以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费尽心思只求你多看我一眼的傻子吗？若不是裴玉当年巧取豪夺，我怎么会与爱人分离？若不是因为怀了你，我怎么会此生都被困在这囚牢？你们父子害我至此，你也别想好过！在裴府，谁都不得安乐。那裴子期又有什么资格可以独善其身？互相折磨，生不如死，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如今只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你以为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就会感激你、爱上你吗？你如此千方百计地困住他，他只会恨你。我看他就是下一个我。母亲放心，我不会是父亲，而他也永远不会是你。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明日记名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，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我来帮你。可沈清堂，你别忘了，15岁那年，是你亲手帮我毁尸灭迹，与我共同撒下这弥天大谎。我是你的帮凶，但那是我求生的本能。那时，你分明对我也起了杀心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还能苟活至今吗？我以孤女的身份入府，从小无人可依，必须做小伏地，察言观色地去讨好府里的每一个人。我明知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我胆怯、懦弱，无力反抗。我只能听话的做一个顺从的好妹妹。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真的已经受够了。我原本以为你与我一同承担着恶果，瞥见了我不堪的底色，就可以接纳我，
岁那年，你我生死共命后，你在我心中早已不是妹妹。可如今你却告诉我，你憎恨我至今。沈清堂，你原本可以骗我一辈子，何必说出来找死？若是此事让你情思错起，那今日我便与你说清楚，我们之间绝不会有爱。沈清堂，是你一次次背弃我，逼我强求于你。我要给你多少次机会，你才肯认命？你的心中早已千疮百孔，而我这一路走来也是如履薄冰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注定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。不如就此放手，可以吗？妹妹不会还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嫁人吧？海棠花、卓玉芝的气味，妹妹可还熟悉？那场梦，妹妹可曾记得，我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你的梦中？1个月前，去望安寺祈福的路上，我们同住一家客栈。小姐，这间厢房地处幽深，怕是会有不少人住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的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知会完小厮便去睡吧。香到了，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我的母亲彼时正和她外头那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一尾香。这么厉害，现在的客官玩的可真狠。那夜，小厮送香却送错了房间。客官，你要的东西。我本以为妹妹调香多年，多谢。会有所察觉，不会出事，故而不愿插手我母亲的那些丑事。哪曾想，妹妹却是失察，中了那香。
借这药性。那药性太重，妹妹不得清醒，错把那一夜当成了一场梦。那我们是否已经……妹妹如此伶俐，何不自己猜一猜呢？姑娘画的是鸳鸯，还是金丝雀？鸳鸯昆禽双死，鸟雀终伏笼中。我画的是可以自由翱翔于天地的鸿鹄，无拘无束，不枉世间。小姐，公子让我把这给您，还望您能收心，别再忤逆他了。拿个破死就敢来讹诈别家！一把金锁，就想锁我一生吗？哥哥，求你放我出去吧，都是青堂的错，我再也不敢随意出府了。背着我偷偷溜出去，还蠢到被蛇咬，不给妹妹吃一点苦头，妹妹怎会长记性？姐姐，姐姐，燕城世子亲自来议亲了。什么？可我如今已经成不了陪府嫡亲的姑娘，她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随我去就是了。哦，这个是母亲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心中意为求出那样的胸签，坏了你的记名而感到愧疚。姐姐千万不要怪她。此事乃是天授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嘿，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做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输于任何世家闺秀。青堂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，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兹事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我才是陪府的主人，我自是要先问过青堂的意愿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吧。青堂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肉冠未娶，
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而亲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兰因絮果。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兄都是你的退路。怎么了？承蒙世子厚爱，恐清堂无福成婚。清堂，清堂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呀？清堂自知身份低微，且命前有命中待客，无法以嫡女的身份继命。我这种人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却要毁了两家世代声誉。清堂不愿背负这样的负累恶名，不如知难而退，就此作罢。燕城世子，对不起。西安王有梦，神女无情。清堂既已做出选择，世子还是另选其他闺女吧。从之，我与清堂妹妹情投意合，她今日拒我，定是她受了什么委屈，有她的苦衷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我裴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能。既是我裴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在，送客。是。竟被陈爷讨好，放开我！妹妹怎么又这样不乖？裴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操弄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怨气难灭，有名无完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怨气难灭，有名无完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难道我这一生都逃不开他的掌控吗？喝出来的麝香味。江湾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我要感谢他，给了我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
夫人只因自己半生机遇难平，便要拉着我一同下水吗？这支发簪是大夫人托子期相赠于我，可其中却藏着能治女子不孕的麝香。子期心思单纯，想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只能是大夫人。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这缺德事？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增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，做出如此有损阴质之事？何必拿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吧。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，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脸来智慧于我？我与他，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清堂之耻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竟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从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，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谁？您放心，刚送来的新鲜货，水灵着呢。是。哎呀，小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裴府的小姐。小姐，来到了花楼，你就是继子，我请你好好服侍服侍大爷我，你们少受点罪呀！你谁？阁下方才救了我，想必是与那浪荡之人有所不同。我是裴府的小姐，若是求财，救我出去之后，多少钱财都可如数支付。没想到会让你遭受这无端的羞辱。雅千雪，真的是你把我劫至花楼，又是你的计谋吗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走吧，即便是烂在泥沼，也不用你假意来救我。不是我。青桃。
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，是悲是喜，是转念成空，又怕消失于指缝。